所以我们要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不该丢的家规我们绝不丢，但过时的不适用的家规，我们该删除时也要删除。蓝启仁缄默半晌，他沉吟道：兄长，你容我想一想。清衡君道：好。竟是。他在麻袋里的小桌子上，魏婴问正襟危坐认真抄写蓝氏家规的蓝湛：二哥哥，师叔明天就要教我们剑术，你说我们需要准备什么不？蓝湛道：不需要。魏婴道：哦。蓝湛道：木剑在叔父那里。魏婴眼睛一亮，顿了顿，蓝湛道：阿婴，父亲和叔父有可能准备删减家规。魏婴一愣，为何？蓝湛道：不知，哥哥没说。倏然瞪大双眼，魏婴道：二哥哥，不会是因为阿婴上次和师叔说有些家规很无聊的话？蓝湛道：不会。魏婴道：蓝湛拧了拧浅眸，阿婴，我最近想了想，家规不管是删减还是增添，都有其必要性。父亲和叔父不会无缘无故删减家规，也不会无缘无故增加家规的。魏婴笑吟吟的点头，二哥哥所言甚是。次日，魏婴同往常一样被蓝湛叫醒，梁小芝穿戴整齐，洗漱好，就来到院子里扎马步，紧接着打坐修炼。梁小芝也不用去食堂用膳，他们的吃食不是蓝焕就是清衡夫人给提到净室来。今天给梁小芝带饭的是清衡夫人，给两只盛好饭。清衡夫人微笑道：阿婴，师娘问过四长老了，你不用再喝药了。闻言，魏婴眼睛一亮，开心的手舞足蹈，太好了，反斜杠。摸了摸魏婴的小脑袋，清衡夫人柔声：阿婴要好好保护自己，不要生病，也不要受伤，这样阿婴以后都不用喝苦苦的药了。魏婴连嗯两声：师娘，阿婴也要保护二哥哥和师娘，还有师父大哥哥师叔不生病不受伤，我们大家都不喝苦苦的药。清衡夫人笑了笑：保护我们就不必，你和你阿占哥哥保护好自己就行。魏婴道：不，阿婴要把大家都保护起来。清衡夫人打趣：那阿婴要好好修炼。魏婴道：阿婴会的。蓝湛跟着道：母亲，阿占一世，保护您，保护阿婴，保护父亲，保护哥哥，还有保护叔父。吃完饭，梁小芝在净室院子里散步。不一会儿，蓝启仁就带着2把小木剑走过来。现在梁小芝毕竟才5岁，蓝启仁只能先教梁小芝剑招，等梁小芝大一点再教心法。然而即便如此，蓝启仁也碰到了难题，他二侄子不能走出麻袋，只能露出一颗小脑袋，在麻袋里学剑术肯定缚手缚脚，不能自由发挥。正当蓝启仁一筹莫展时，魏婴竟然用小爪子扯着蓝湛的麻袋，让麻袋变大一点，起码能让他的二哥哥可以伸展手脚学剑。见魏婴核桃在他身上的麻袋提意见，蓝湛微微颤了颤长节，低声提醒魏婴，麻袋听不懂他们说的话。魏婴却道他就想和麻袋沟通沟通，或许麻袋就听懂了呢。别说蓝湛，就连蓝启仁做梦也没想到，那麻袋听了魏婴的话后，竟然变成了适合他二侄子穿的银白色铠甲。既然万事俱备，蓝启仁也就开始了他教梁小芝剑术的生涯。除了教梁小芝剑术，蓝启仁也教了其他的，若是他不擅长的领域，便请蓝氏擅长此领域的长老来传授梁小芝。半年后，梁小芝不仅将蓝启仁教他们的蓝氏剑招全部掌握，也记熟了心法。这天，两小指在净室院子里对打，晚了个剑花。魏婴弯了弯眸，笑吟吟：二哥哥，咱俩用的剑招一模一样，打来打去，没有一点新意。默了一瞬，蓝湛道：你待如何？魏婴笑意盈盈：二哥哥，如果我倒着打，然后你顺着打，会不会很有意思？蓝湛想了想，道：试试。只是梁小芝怎么也没想到，他们会把各自手中的木剑互相打断。望着手中断了半截的小木剑，魏婴若有所思。蓝湛也在沉思，他们蓝氏剑法颠倒顺序对打，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。叔父说过，他和阿婴现在还没有灵力，还不能完全发挥蓝氏剑法，可刚刚在没有灵力的情况下，他和阿婴却打断了彼此手中的小木剑。如若阿婴和他日后对敌时，一个倒着使用蓝氏剑法，另一个顺着使用蓝氏剑法，会不会比他们同时用相同的顺序相同的招式打更厉害？
二哥哥，二哥哥。魏营府长，阿英有一个大胆的设想。蓝湛道，讲。魏营道，咱们不对打了，改成双剑合璧，不过咱们一个倒着打，另一个顺着打。微微翘起嘴角，蓝湛道，好。蓦地瞪大双眼，魏婴呆呆道，二哥哥，你刚刚笑了耶？好好看呐。蓝湛凑到蓝湛面前，魏婴晃了晃蓝湛拿着断了半截小木剑的手，二哥哥，二哥哥，你再给阿英笑一个好不好？星号星号。蓝湛红着耳朵，你不是要和我双剑合璧？魏婴眼里满是笑意，对哦。蓝湛先唇，阿英，小木剑已断，我们先用树枝代替。魏婴自然同意。